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Cassandra。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录的呢，就是我2018年的最爱的彩妆品。然后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，我还会相对应的发出2018年最爱的护肤品和2018年我买到最喜欢的一些衣服啊、鞋啊、包啊的时尚单品。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那两个视频的话呢，一定不要忘了订阅这个频道。今年我想推荐的一款就是这个迪奥的这个 Forever Undercover 的这个粉底液。然后其实如果你有看我视频的话，这粉底液我真的推荐了无数次。这是我今年4月份买的，从买到那个粉底液开始，我就一直都有在用这个粉底液。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中性混油这样的肤质的，非常的高遮瑕，但是妆效非常的好，超级无敌的持久，就持久到你有时候挤这个粉底液挤到手背上，然后过一会儿它就会干掉，就会留印记在上面，就怎么擦都擦不掉，就非常的持久，而且涂上去一点也不厚重，超级轻薄，就涂上去没有负担的一个粉底液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瑕疵皮的一款粉底液。如果你想要高遮瑕，但是你又不想的妆看非常的厚重，非常妆感很重的话，这个粉底液你一定要试一试。我们的颜色呢就是010，是他们最浅的一个色号，我觉得就还可以。夏天的话就非常好用。然后现在包括现在入冬了，我也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干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各项很全能的一个粉底液，非常推荐这个粉底液。遮瑕今天用的最多的一款呢，就是来自 NARS 的这个小罐罐的这个遮瑕，这个叫做 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， 就它比它那个经典的那个管状的那个遮瑕要滋润很多。那个管状遮瑕就比较高遮瑕，但是它非常的干，我觉得这个用在我的眼下呢就不那么干，因为然后它遮瑕力其实并没有非常的高，但是我觉得日常用还是很够的。如果你眼下没有特别严重的黑眼圈啊什么的，我觉得用这个就非常不错，而且因为它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，我平时就会把它带在身上，如果有时候懒得化妆的话，我就拿手这样沾一沾，然后全脸这样拍一拍，把有遮瑕的地方拍一下，就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款遮瑕，就是你用了这个遮瑕之后，还是需要拿粉去定妆的。单靠它的这个滋润度以及你涂在眼下的时候，它会给我一种很 smooth、很那种顺滑那种妆感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这个颜色我买的是 Vanilla， 是浅200，就第200的颜色，我觉得做来眼下提亮什么就还挺合适的。今年真的是用非常喜欢的一款遮瑕，真是被我用出一个大坑来。我觉得明年2019年我还会依然非常喜欢这个遮瑕的。然后蜜粉部门呢，还是跟去年一样，今年我还非常喜欢，就是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蜜粉饼，叫做 Airbrush Flawless Finish。然后我买的颜色是1号 Fair，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妆感非常好的蜜粉，定妆效果也非常的不错，是一个很全能的一个粉。这颜色也非常适合亚洲人的皮肤，它的粉就很细，而给你提升一种妆感，或者你的妆感看起来非常的好，然后不会粗糙，然后让你觉得你的眼下就是用到这个粉的地方会觉得很 smooth 很顺滑。整体来说是个非常好的粉，我觉得它非常值得它的价格。我觉得这个粉就是适合很多皮肤那一种，就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一种粉。如果你是中性或者中性偏干、混油，我觉得都可以试。然后眉笔今天我用了非常多的一款呢，就是这个来自贝玲妃的这个 Precisely My Brow 的这个，就是这个尖头的这一款。然后他们同款就是粗头那一款，我不是非常喜欢，但这个尖头用起来还很顺手。这个我已经空管了大概2-3根了，这也是我用空的一管。然后我买的颜色是4号，就非常适合亚洲人的一个颜色，非常的细的一个眉笔，很持久。每次用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这个颜色，它这个线条非常的流畅，用起来很顺滑，然后也不会觉得太粗糙，或者说太不好显色，就它显色度非常适中，然后也挺持久的。它这个刷头也非常喜欢，是很细的那种刷头，就比较能够嵌到我的这个眉毛的这个宽度里去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眉笔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古铜的部分，古铜其实还是跟去年一样，去年我推荐了2个，一个是 Physician Formula 的那个 Butter Bronzer，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香奈儿的膏，今年用的这个比较多一点。这是一个香奈儿这样的一个古铜膏，它这个只有1个颜色，没有4号可以选择的，但这个颜色还挺适合亚洲人的，因为它比较偏黄一点，其实是欧美人不太适合，但是亚洲人其实挺适合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它是膏体，所以它一点也不会显得粗糙，没有上粉，但是它又很持久，不会像很多膏体一样很快就会脱妆，然后它也很好的推开。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亚洲人的肤色不太适合那种很重的古铜粉，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好，它很自然，然后涂起来就有那种像模特在 T 台走那种很清透的那种妆感的感觉，所以是一个很自然的，但是又效果很好，颜色很正，然后质量什么都非常不错的一款。接下来腮红呢，我要推荐3块，今年我买的腮红高光是最多的一年。第一块呢，可以说是我今年发现的我所有腮红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块，是我今年涂的这个腮红，就是来自 MAC 的这个 Warm Soul， 算是一个 MAC 的一个经典产品了。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，你真的要买，因为一个是首先它是一个名号很大的一个很经典的产品，2呢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百搭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，或者你喜
喜欢画什么类型的妆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腮红，粉质也非常非常的好，一点也不显毛孔，很持久，然后也很好上色，整体这个质量什么都没有问题，颜色又超级无敌的美，是一种这种很裸的颜色，里面带了一点点橘和 bronzy 的感觉，同时又会有金色这个闪粉在里面。我有出过一个视频，就是关于我最喜欢的5块腮红，里面就有提到这一块，虽然是我所有腮红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块，也是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腮红时候会抓起来的一块腮红。另外我想推荐2块呢，一个是来自这个比较贵一点这个 Tom Ford 腮红，也是我今天用的很无敌多的一块，是06号 Inhibition 这个颜色，它真的是一个很元气的一个粉色。然后呢，它其实并不是那种很冷色调的粉，就还是属于比较暖色的一种粉色。我觉得属于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粉嫩的颜色，或者说你喜欢那种比较就是清纯或者说清淡的那种妆容的话，这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适合。然后就是粉质超级好，这个粉质其实要比 MAC 那个还要好。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颜色，不飞粉，特别持久，很好晕染。它真的就是个粉质超级无敌好的一块粉，然后颜色什么也非常的好看。只不过就我觉得它颜色没有 MAC Warm Soul 那个那么的特别，而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属于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、比较平常的一个颜色吧，但它这个质量来说真的非常的好。然后第3块呢，我要推荐是一个开架腮红，是我今年发现之后觉得就是颜色很特别，其他腮红没有可替代的一款，就来自 Burt's Bees 的这个腮红，颜色是 Toasted Cinnamon。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，哎，这颜色好像是挺特别的，但好像没有很好看。但是用多了，用顺手之后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橘色跟大地色系的妆，就它会给你一种就是你这个腮红好像被太阳烤过了的感觉，但真的没有特别深，也没有说不日常。你看它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深，就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很自然的，也很适合亚洲白皮的这样一个颜色。然后这个颜色真的就是橘色里面我觉得做的最好看的，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颜色，很有元气感，而且用起来会觉得脸就皮肤很好，皮肤很健康那种感觉。它这个粉质可能相比于刚刚那2块就没有那么的好，但是我觉得光就是对这个颜色来说，我觉得也很值得买，很值得试一试。然后接下来高光，我想推荐2块，都是我最近才买，但是我就一下就可以跃升为我2018最爱2块高光。一个就是我现在脸上用的这个，真的超级的亮，就我觉得你们肯定能看出来，整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超级的水亮，就感觉整个皮肤这地方都是透亮的，有没有？真的非常的亮这个高光。然后这个高光就是来自 MAC 的 ，MAC 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做的非常的良心。这个就是 MAC 很经典的这个 Double Gleam。那 Double Gleam 跟 Soft and Gentle 之间我2个纠结了一下，我去专柜试的时候呢，我觉得 Double Gleam 的这个颜色更亮，就是更bam， 就是更存在感更强一点，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更偏冷白色，所以如果你是白皮的话，你肯定会更适合这一块。主要是它这个颜色会更亮一些，然后它里面其实是那种冷黄色，就是黄色本来是一个很暖的颜色嘛，但是它里面又加那种银色的 shimmer， 就让你这个颜色一个是会更亮，另一个是呢它不会特别的黄和特别的暖，所以这个颜色就很适中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而且这个颜色你们看真的超亮。你不要看在手上试感觉好像很银很白，其实上脸不会那么的白，就很自然的一块高光，但是亮度非常非常的高，真的很亮很亮，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块高光。而且它其实挺持久的，就是你戴1天之后呢，它粉会飞一点，但还是会觉得这个地方很亮，就还不会说脱掉。但是它其实颗粒感其实是很强的，如果你透着镜子近看的话，你会看到那个亮片一颗一颗的，所以如果你很介意那一种的话呢，就不要买。如果你喜欢那种特自然的那种妆的话，就不要买这个了。然后下一块高光呢，我觉得是它的这个颜值、它的粉质和它的这个价格都非常好的一块高光，也是今年新出的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这个3色高光盘。然后我上一个视频就有用过，你们可以参考上一个视频。然后这里面一共有3个颜色，其中这个黄色呢是他们以前都有出的一个经典的这个 Gold Bar 这个颜色，这2个颜色是他们新出的。然后这3个一共加起来是75加币，打折时候买大概是60加币，这样还可以。然后它这个粉压的很实，我用了真的很多了，然后上面这个壳子都还没有被磨掉。然后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是我觉得最好看的这2个颜色，但其实这个金色也并没有非常的深，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用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我一般用的话都会把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混在一起，非常的好看。它这里面的那个闪片的颗粒感是不大的，我觉得用上去之后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很亮，但是没有 Double Gleam 那么亮，但是会让你觉得就是很自然、很高级的那种妆感，不是那种说颗粒很强的、很 Instagram 的那种风格。所以它颜值就很高，颜色选择又很多，又有黄的又有粉
粉的，还有这种金一点的颜色，包括这里用眼影啊，当做眼头高光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买的一块高光。接下来我想说呢，也是我今年用到很频繁的，而且我觉得近期我都不会再换这类产品的，就是这个 Kevyn Aucoin 的这个修容粉这个小套组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产品了，我觉得真的算是人尽皆知了吧，我应该也不用多说了。我买这个主要就是奔着这个修容粉去的，这个高光我真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用过一次。然后这个修容粉我颜色非常的正，非常的好晕染，而且它颜色就它消融的效果特别的明显，它的这个灰度非常的正好。然后今天我鼻子上用的修容也是这个，就很好用，就很快就可以把你这个修容效果弄得很明显。包括我的这个脸颊这个地方也用的是这一块修容粉，放晕染，不会让你觉得这一块呢就很深的一个那种一道的感觉，就非常的好用。然后接下来想说的呢，就是这个 Hourglass 这个假彩盘，它每一年都会出。然后去年我就买这一块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用，也非常的值得买。这每一个颜色我都非常的喜欢，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它是腮红这两个颜色，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就拿腮红刷直接这样2块颜色一起扫过，然后一起用，非常的显色，非常的好看，而且非常的显得你的脸有气色又很健康。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非常高的一个脸颊盘，因为它真的每个颜色我觉得都没有鸡肋，都非常的好用。包括这个 bronzer， 其实我今天也非常的喜欢用，它这个高光一点也不鸡肋，非常的闪，很好显色。而且你不要看它每一个腮红的这个块都这么的小，其实真的非常的经用。我这一年我用这2个腮红用的挺频繁的吧，就没有看出任何的坑来。最后的话再推荐一个这个定妆喷雾，就来自 Skindinavia 的这个定妆喷雾，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，但是这个牌子其实就是 Urban Decay 那个 All Nighter 的那一个定妆喷雾的制作公司。Urban Decay 的那个 All Nighter 那个定妆喷雾背后会写 UD 乘 Skindinavia， 因为它的那个配方其实就是 Skindinavia 来做的。其实它使用感跟 All Nighter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然后定妆效果是一样的，它价格比 Urban Decay 的 All Nighter 便宜了无数倍，就非常的实惠，然后超大量，定妆效果巨好，非常好用，喷头也非常的好。这一罐喷雾用完了，它的喷雾非常的细，然后定妆效果非常的好。如果你喜欢 Urban Decay 的 All Nighter， 然后你一直都有用那一款，你可以试试这个，还会省你一点钱。其实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买的，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放进我那个2017年的视频里面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试用的时间不够多。但是18年，尤其是年初的时候，1月份到4月，我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我真的几乎每一天都在用这个眼影盘。它的眼影就非常的质量很好，比我觉得 Urban Decay 以前做的一些眼影盘质量都要好的很多。而且呢，它这个颜色其实非常的百搭，就很暖，但是又不会说太橘，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好搭配的眼影盘，日常用真的很适合。我觉得每一次用它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人这个脸就感觉就很暖洋洋的，这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。这几个颜色你觉得随便用都能画出很好看的妆容来，而且质也确实是非常的好的。这里面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前面这个最白这个眼头的高光的颜色，非常的好看。这几个哑光色都非常的好，尤其是这个颜色，这个暖红棕色哑光色，包括后面这3个哑光色做的都非常的好，很好看，极其好晕染，粉质真的非常的好，颜色真的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我觉得 Urban Decay 的眼影盘里面你要挑一盘去买的话，真的绝对是首选这一盘。然后接下来2盘呢，都是我今年年底才新买的，一个呢就是这个今年超级红的这个 Huda Beauty 的这一个眼影盘，它并不是一块完美的眼影盘，但是我觉得也很值得买。如果你是喜欢粉紫色系列的妆的话，这个眼影盘就更适合你了。19年春夏这个潮流趋势吧，我觉得就是这个色系的，所有的品牌出的眼影盘都是这种粉啦、紫啦，像 Cherry 啊，像这种那个，包括 Kevyn D 新出的那个 Lolita 2的那个眼影盘都是这个色系的，所以19年会很流行这样的颜色。所以年底买的话，我觉得在这几盘里面，像 Cherry 啊、Kevyn D 的那一个呀，包括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 Cherry 盘呀，还有这一盘里面，我觉得这一盘是最好的，粉质最好，也是最闪、最好看的。它这几个 foil 的颜色是做的真的很美，就很闪，而且是别的眼影盘里面你见不到的 formula， 就奔着这几个 foil eyeshadow 去，我觉得这个眼影盘就很值得买，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很实惠，85块钱你可以买到这么多颜色。我觉得整个眼影盘唯一值得吐槽的就是它这个遮瑕和它这个 glitter 这个颜色太容易掉粉了，但其实也很美。其他的几个哑光啊，包括它的 foil eyeshadow 啊，都非常质量非常的好。今年我最喜欢的眼影盘
也是我年底刚买的，也是我觉得目前买到所有眼影盘里我最喜欢的一块，就是 Natasha Denona 这个购脸影盘。我其实很少会花这么多钱去买眼影盘的，尤其是因为我其实化妆并不频繁，但是我买到手之后，我真的非常的喜欢。然后今天的眼妆也是用这个画的，它里面就是很多的 glitter eyeshadow。如果你喜欢 Tom Ford 的那种 glitter 那种闪片的话，你就很值得买。首先我挺喜欢它的配色，我觉得它配色很暖，但是又不会过暖，又很有高级那种金色大地色的那种妆感，我觉得是很经典的，也是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，夏天你也可以用，冬天也可以用。其实眼影盘的趋势总是在变的，最开始非常喜欢大地色系的，后来又开始流行红棕色系的，后来又开始流行粉紫色系列的，但是大地色系还是我觉得所有眼影盘里面最经典的一种。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呢，我觉得每一块设计的都很好看，没有一个眼影是说它质量不好的，就它的质量是非常 consistent 的，每一个眼影质量都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蓝色，这两个蓝色的话，我觉得依然很值得买，就奔着其他颜色去都非常的好。这5个哑光色，这3个跟这2个哑光色是我所有眼影盘里面哑光质量最好的。只要我每次用这个眼影盘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我的化妆技术提高了，就是因为它这眼影质量太好了。它的晕染能力跟它显色的能力都非常非常好，以至于真的我不夸张，我用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化妆质量变好了，我的化妆技术变高了。就随便这样刷一下，你会觉得它显色很到位，然后它晕染又很到位，就非常的有层次感，就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我没有什么太多可说，这个眼影盘真的就是一个无敌完美的这个眼影盘。然后它的这个里个闪片色呢，有一些颜色是属于带底色有颜色的，还有一些的这种闪片色里面就是纯 glitter 的，它确实会飞一些，但是呢并没有这个飞得很，而且呢这个飞完了之后呢，会让你觉得你的这个眼皮整个就 bling bling 的，超级无敌的美，就很高级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日常，可以画得很淡的一个眼影盘。你如果只是拿手指蘸这种有 glitter 这种眼影盘，像我今天用的呢，就是拿这个直接拿手指就夸夸夸拍一遍，然后再拿这个颜色我拍在中间的地方，再把这2个颜色混在一起放在眼窝，再用这个放在眼尾，就能画得非常的清淡，你也可以画得很浓。这个真的我觉得很日常的一个眼影盘，你可以真的是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每一天都用的。然后最后一个这个眼影类别我要推荐的呢，就是来自于这个 Stila 的这个 Glitter and Glow， 这个也是我今年视频里面推荐过无数次的一款眼影棒了。我买这个颜色是 Bronze Bell， 不算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颜色，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底色是不用那么重的，主要就是它里面这个闪片的颜色光泽感巨强，不管你是用什么样颜色的妆，你是红啊还是紫啊还是粉啦还是大地色啦，用一点点在这个地方眼影上都巨好看巨好看。其实我今天忘记用这个眼影棒了，然后我可以放一点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看我就用这个眼影棒在这里放一点点，然后再拿我的手指推开。用了这个眼影棒之后，你眨眼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 bling bling 的。看这边没有用，这边有用，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就很亮，这个地方就没有？然后你眨眼的时候，这边就是属于很普通，但这一边你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有一个小星星在眨眼一样，就超级的漂亮，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眼影棒。而这个颜色我也很推荐 Bronze Bell， 你们也看到了，它其实并没有很深，其实是一个还是挺好看的一个玫瑰金的颜色。睫毛膏呢跟去年还是一样的，我今年1年都没有再用过别的睫毛膏了，还是这个欧莱雅的这个 Lash Paradise 这个睫毛膏，一定要买的是防水版的。防水版的话不会让你这个睫毛塌下去，也不会晕染，价格那么便宜，9加币一个，有时候打折还可以买到6、7块钱的。我觉得真的我不想换睫毛膏，这个就非常好用了。我觉得它跟 Kiss Me 的睫毛膏是同等好用的。然后在这边很难买到 Kiss Me 睫毛膏嘛，而且如果你去药妆店买的话，没有这个便宜的，所以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的。OK， 那最后推荐的全部东西都是口红，我一共要推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口红，都是我今天用的超级无敌频繁的几根口红。就去年那个2017年的年度最爱里面，我有推荐过不少口红，也是我今年一直都在用的。但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不再多重复那几根了，今天挑的都是我今年新发现的一些口红。去年年底买的这个 Fenty Beauty 的这个唇彩，这个颜色就是那个 Fenty Glow 的一个颜色，就是他们最开始出的颜色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最百搭、最 universal 的，也是最好看的一个颜色。就它的那个亮度是很明显的，而且它的这个里面这个颜色，你们能看到它这个玻璃感的这个质
地，非常的美。然后叠涂在你的这个唇膏上不会太多改变你唇膏的颜色的，就它整个颜色还挺透明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日常的，会每天都可以用的一个唇彩吧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今年年初2、3月份发现的这个 NARS 的这个阿拉贡的这个颜色，包括我最近的视频我一直都在推荐，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美的单涂非常好看的一个唇蜜。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很经典的这种红棕色，但是涂在嘴巴上你薄涂是很好看，很肉的那种，很有气色的那种，很有气质的那种颜色。而且它这个显色度其实是很高的，所以单涂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我一般就是像冬天嘴巴很干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涂口红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一根，又好看又保湿，然后它这光泽度又很高，非常喜欢这个颜色。然后就是我今年夏天发现的这2个 Jeffree Star 的这2个唇釉，我买2个颜色，一个是叫做 Leo， 一个呢是叫做 Thickest Thieves，2个颜色是完全不同的。然后其中 Leo 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深的棕色，我会放一个我就是用这个唇彩这个照片在这个地方，是那种特别有气场的棕色。它干了之后会比这个更深一点，这个刚涂上去还是会显得比较浅一点，这个颜色涂色很正的那种棕色。然后另外这个颜色呢，算是一个深的豆沙色，但是薄涂也是很好看的，你们能看到吗？算是一个比较深的豆沙色，是发粉的。这个是 Leo，然后这个是 Thickest Thieves， 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质地，它是我用过的唇釉，就是哑光的那种液体唇釉里面，就是质地最轻薄的，显色度巨高，就是你真的就是把这个刷子一拔出来可以涂整个嘴唇。然后它的这个质地是属于挺干的，但是没有开完地那么干，我觉得它算是比较不那么干的吧。干到之后会变得超级无敌的雾，就它摸上去是那种粉状的，而且很轻薄，很好勾勒。它这个唇刷中间是有一个凹槽的，所以特别的适合勾勒你的唇形。这个真的是我唇釉里面我觉得质量目前做的最好的。接下来也是我今年这个丝芙兰8折买什么推荐的这个迪奥的红管843，也是我现在嘴巴上涂的这个颜色。然后这个颜色其实很好用，就你可以薄涂，你可以厚涂，你可以薄涂，然后再叠涂，叠出那种渐变的感觉，用法很多，每种都很好看。它也是一种红棕色，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深豆沙色，然后发红棕，就它还是比较紫，比较粉紫色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的红棕。你看这个是 Argan， 算是比较红棕的颜色，然后这个颜色就比较粉一点，我觉得算是那种比较深的豆沙色，但它的棕调也是有的，但是它又不会特红，也不会特粉，就它的颜色是很适中，也是很好看，很好百搭的。我现在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褪色了，而且我是有放就润唇膏在下面，所以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深。我现在给大家再叠涂一点。你们看，就是下面这个颜色就比较深一点。我一般喜欢用这个口红的用法呢，就是先不要用润唇膏来打底，就直接就是裸唇，然后点涂一层，然后呢把它抿掉，然后再在唇里面这个地方再点涂一层，再抿掉，和那种很肉的、很渐变那种很好看那种粉色、深粉色、豆沙色那种渐变的感觉，就很好看，很好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百搭，很显气色，不会让你觉得你的脸就很惨白那种颜色。它质量非常的好，除了它那个香料就是挺有那种老奶奶的香料以外，我觉得其他的质量什么都没有问题，然后也挺舒服的，不会特别的厚重。最后2根呢也是我最近才买到的，一个是这个 Fenty Beauty 这个口红，这个颜色是 Freckle Fiesta， 因为是我最近买的，所以我最近的视频里还没有提到过，但是我已经用了挺多次了，是一个挺好看的、很正的一个南瓜橘色。我觉得它的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，很显色，很舒服，但它确实会沾杯、会脱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那种就是持久1天那种唇膏，你就不要买这一款了。这个我觉得像是哑光的口红里面算是做的非常滋润的一款了，就是这个颜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橘色了。我觉得就是涂上去之后很有那种Havana 那种热带的感觉，就超性感，但是它其实没有太橘，就是还是挺日常的。我觉得薄涂厚涂都很好看，如果你厚涂的话可以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场合，薄涂的话也可以很日常。而且我非常喜欢它的包装，就很精细又很有艺术感的设计，然后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。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排斥那种颜色特鲜艳的那种口红，比如说什么那种南瓜色啦，那种番茄色，我很排斥那种颜色的。但这个算是我试的很多那种色系里面，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一个颜色，就不是那么的鲜艳的，还是很日常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今年一个大红的一个网红色。其实我以前对网红色真是挺不感冒的，但这个颜色我真的很喜欢，很适合秋冬。这个就是 MAC 的 Marrakesh， 也就是今年超级无敌红的这个哑光的这个颜色，确实是挺干的。MAC 的颜色都是挺干的，所以这个还是得做好打底。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挺好看的，一个很有气质，像那种日本杂志里面那种，就是这个颜色。你看能看到这个颜色比其他我刚才试的颜色全部都要深很多。
就是一个挺深的一个这种红棕色。但我用它还是会薄涂，不会就是很深的涂一大层的那样。薄涂的话就很有气质，然后会觉得你很有气色，很显脸白，而且很土，而且会很凸显你腮红的颜色。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收的一个口红的颜色，而且 MAC 的口红是很便宜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这是我2018年最爱的彩妆品。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，一定不要忘记给视频点一个赞，而且一定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2018年最爱的护肤品和18年最爱的时尚单品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